民兵啊、机关工作人员呀，就上街捡这个像大生姐今天这样的披肩发，走在街上就被嘎吱嘎吱就被剪到这个耳朵以上了。就80年代还走在街上。83年发生过这种事情。1979年1月，《人民日报》创刊了一张小报，叫做《讽刺与幽默》。毛死以后啊，每天这个全国的板着面孔的这个党报，这个一统体制下出现的第一张嬉皮笑脸的这么一张报纸，对，讽刺与幽默，在新闻的传播上控制和反控制，那么争取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这样一个自由。和这个共产党讲的反自由化之间这样一个斗争，西单民主墙，这个是非常活跃的。然后这个包括中共的所谓11届三中全会，那么当时是讲，这是叶剑英当时讲的，说这个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是社会民主的典范。到了79年邓小平从美国访问美国，对，这个9天回来以后就下杀手了。吴光老师，很感谢您在您这么漂亮的家里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我们今天其实要聊好多话题哈，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开始聊，因为我这次想做一个就关于中国新闻40年的这么一个，从口述到分析到人物的这种经历都有一些这个设计和总结的这么一个专题。您是我第一个采访者。我其实设计这个点的时候呢，就这么想，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从政治的结构上，还是从整个新闻生态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还是其实这种个人的这种参与，您都是一个必须要在第一个讲的。我这么设计，我觉得您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想这样做。就是从80年代开始，如果往下顺的话，其实中国新闻整个的这种，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社会的这种演变，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您跟我说，其实很少有人专门去问的一段，就是您其实是接受过7年科班教育的，真正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而且还有很多观众其实不知道的是，您当年是真正的是人民日报的非常年轻有为的评论员。所以我就想从这儿开始切进去了，就是一个是您先给我整个就是分析一下，就我们如果从新闻的角度、中国媒体发展的角度去看，过去中国这40年，到底它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我们整个去回顾过去这40年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点会让您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能够去全面去看这40年中国新闻这个主题的？谢谢大生姐啊，这个您叫我大生姐。对，不远千里跑过来，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那其实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很多年了。那我当年做新闻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新闻工作者，主要是写评论嘛。从业的时间很短了，当然接受教育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尽量的去回顾一下。78年初啊，我作为1977级的大学生嘛，这个毛死以后第一次高考，那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那么当然离开北京以后，到了国外，也是一直关注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那个回顾一下也确实很有意思啊。那实际上你想一想，从毛死到现在，马上就要满50年了。对呀。这个算到这个数，我都觉得真是，很惊讶啊！时间过得确实是非常快，对老人来说尤其无情。哎呀，不要自称老人，还早着呢。这个其实掐头去尾吧，差不多也就是你说的这个，基本上有40年。因为毛刚死之后那几年里，中国的新闻体制、新闻的报道也没有什么变化。大体上我想这个变化可能是从1979年开始吧。那么这掐头去尾40来年呢，我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来说，怎么样分段呀，怎么样看这个趋势呀？因为新闻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东西，它对技术条件的这个依赖非常的这个大，
那么它和整个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它又是一个文化事业，所以咱们做新闻的也勉强称作文化人。但是我是觉得呢，无论是从我个人的专业来讲就是政治学的研究嘛，还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特定的情况来看，那甚至从新闻本身它这个行业的特点来看呢，我觉得就是我观察的角度就是这个新闻业和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互相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中国呢，特别是就是你一个受众也好，那么一个新闻工作者也好，还是作为整个社会也好，那你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这样一个权利 right 和那个政府的权利、公共的权利怎么样来干涉你，或者怎么样来保护你，互相之间的这么一个互动的过程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着毛死之后到今天，大约可能就是大体每10年或者10年稍多可以看作一个阶段。那么可以分作4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1980年代了。我刚才讲的大体上可能从1979年开始。为什么从1979年开始呢？因为是1979年1月，人民日报创刊了一张小报，叫做《讽刺与幽默》。这个可能是毛死以后每天这个全国的板着面孔的这个党报，这个一统体制下出现的第一张嬉皮笑脸的这么一张报纸，对，讽刺与幽默。然后79年呢，人民日报在秋天还创刊了市场报。那么你听这名字吧，市场报，市场这2个字本来在毛的时代是一个犯忌讳的词，等同于资本主义嘛。那么哪怕是中共自己搞经济改革以后，采用市场经济这个名字也要到中共14大，那就是1992年了。那么1979年人民日报就创刊了市场报，没有叫什么经济生活报什么这个诸如此类，是吧？那个见处就是说，在中共这样一个当时都是党国媒体没有一个媒体不是共产党的。那么这些小报也是共产党控制，是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办的嘛。但是首先呢，就在结构上开始出现分化。那么1980年代，我想中国新闻事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党报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那么这样是传统的极权主义，就是 totalitarian 这样一个制度极端的极权主义这样一个体制下，是哪怕你学生办一张小报，这也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呢，去争取这样一个获取信息传播信息。那么这个呢，这个动力是来自文革当中那么文革当中，大家感觉到说这个党国的宣传也好，洗脑也好，大家开始有反省那么毛实际上搞了文革以后，是他自己的威望到后边就开始破产了嘛林彪一逃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你毛泽东自己选的接班人你的亲密战友，对这个亲密战友你都搞成这个样子，那显然你也不是那么英明伟大嘛就开始有这个急需这样一个要求改变的这样一个意愿这样一些要求，这样一个动能。我觉得1980年代呢，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这种要求改变的这样一个意愿，这样一个努力，和那个不愿意改变加强这个传统的共产党政权的控制相互之间的一个拉锯战。其实我想过去40-50年都是这么一场战争其实我不喜欢用战争这个词，但是呢，就是一个争夺嘛就是一个争夺。我也不喜欢用共产党喜欢用的斗争这个词，对，就是这个压制和这个反压制，对，这个控制，在新闻的传播上控制和反控制，那么争取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这样一个自由，和这个共产党讲的反自由化之间这样一个斗争。这个斗争在1980年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从内向外的，因为那个体制没有外，全中国那个时候连每一个农民都属于这个体制，人民公社社员嘛，对，人民公社是什么？人民公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体系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那你既然是这个，那我们还不敢讲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员呢那人民公社社员你就是这个一级政权组织的成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体制外
只有从内向外来争取。那么那时候争取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中心突破。为什么中心突破呢？没有边缘大家都在这个体制内部那所有的控制，它的终端就是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来自整个这个政权体系的核心部位。那你这里没有松动的话，哪里可能都争取不到。这个是呢，中国我想这样一个毛主义的 totalitarian， 就是极权主义的这样一个体制下，争取自由和可能一般的权威主义国家不一样，可能不一样。那么我讲的1990年代，你会看到呢，那时候极权主义体制改变了，大家争取自由的方式可能就不同了。因为是从中心突破呢，你会看到实际上越是可能今天看起来面目可憎的党报党的机关报，可能越在那时候呢扮演一个带头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呢，它的作用也会比较大。因此呢，也是聚焦于政治的。当然也有很多生活上的议题。你比如说1983年反精神污染的时候，是吧？那个就是比如说在北京民兵机关工作人员就上街捡这个像大生姐今天这样的披肩发，走在街上就被嘎吱嘎吱就被剪到就耳朵以上了。对，80年代还走在街上。83年发生过这种事情，还在剪头发。还有这样。你看你穿个牛仔裤，对，这个就上来用剪刀哗一下给你豁到膝盖那里了。这个都不是讲故事，这是真正的事情发生的。当年现在觉得不可思议，但也当时就在发生。对，但是这些生活上这些细节都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对，不是生活去改变政治，而是政治来干涉生活，来压制生活。那么所以那时候你不在政治上这个发力的话，那什么事情可能都改变不了。所以这个1980年代呢，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呢，我想起来我1986年写过一篇短文章。这个短文章呢，在1987年反自由化，就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这个政治运动当中呢，就被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的一个简报这个上报中央领导层，就是这个简报就登了一大批，就是这个自由化的，就是要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我那篇小文章呢，那是很短的一个文章了，只有不到2000字，很荣幸，对，就是上榜了。对，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解放嘴巴》。对，这个我想在1980年代，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就是解放嘴巴的这么一个斗争。这个嘴巴是谁的？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就是说每个人我可以有自己的嘴巴，我要讲自己的讲的。但是就是说，作为媒体来讲，还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自媒体，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技术传播的条件，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党报的这样一个框架内所有的媒体都是属于党控制的。但是呢我这个嘴巴就是说可以讲我从现实中看到的东西，那我从这里得到的信息可以被通过我的嘴巴传播给别人。那么当然我作为一个写评论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发表我对这事情的看法，那么这就是解放嘴巴，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只有你这个党中央一张嘴巴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和1970年代末就是中国出现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是相一致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人民日报登过一篇短文，这可能是1978年79年这个题目就叫还我头来把我的脑袋还给我。对，我觉得那我有了就自己脑袋，我当然自己的嘴巴就要讲话了这个是1980年的情况。那么这10年呢10来年的趋势呢，就是争取自由和压制自由之间的斗争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拉锯战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冯双自由化，冯丹反自由化。对，1978年这个自由化很厉害，自由化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今天听起来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术语，但当时这个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嘛当然也指向华国锋就是说毛泽东讲的话不都是真理这个要看整个实践是什么样子。然后民主墙西单民主墙这个是非常活跃的。然后包括中共的所谓11届三中全会
那么当时是讲，这是叶剑英当时讲的，说这个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是社会民主的典范，11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啊。那这2个典范加起来，那以后就把民主就扩展开来了。这个不管他讲的这个评价对11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是不是确切，但他是想往民主这个方向走嘛。然后接下来是理论戊戌会，理论戊戌会当时就出现了一个所谓非毛化的浪潮啊，就是来参加这个理论戊戌会的这些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啊，从我们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编辑胡继伟啊，我们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若水，都是非毛化的这样一个先锋，都是吧？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这有名的理论家吧。那么到了79年邓小平从美国访问美国，对这个9天回来以后就下杀手了，对，这个发动对越战争，然后就镇压了民主墙，对，这个我记不清是3月，可能是3月30号吧，他发表这个要对越作战的这样一个讲话，然后3月29号就全国大抓捕，北京市公安局就发了多少条通告，把民主墙取缔啊，把这个当时的出现的很多民办刊物什么什么啊都取消了啊，这个抓了很多人，这就79年了啊。80年邓小平又讲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号的讲话嘛，对，这个80年胡耀邦、赵紫阳主政走上第一线啊，那个时候也开始有很多新的这样一个气象。你比如说，从1980年开始，中南海把毛泽东以前的故居丰泽园开放给民众参观。那么当然当时呢不是说市场化的，而是通过机关来发票所以你在北京主要有个熟人，对，到哪个部的机关也好，那你如果认识中办的人，当然就更好了就拿一张票也不用要钱就可以去参观。这个我看到的材料是说，大体上从胡耀邦那时候开始采取这个举措，一直到赵紫阳这个主政期间，应该有几千万人参观了中南海。那么从89年6·4镇压开始，这事儿就没有了这都是80年的事情。80年呢还有更多，我们一会儿可能还会讲到特别讲80年代的时候。那么到了比如说然后81年就开始抓，又收紧了82年放一放，83年反精神污染，对，84年是经济改革的高潮，人民公社在这一年也垮台了。这个然后85年这个就是总而言之吧，你看是到了87年又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88年我们北京知识线非常兴奋，各种各样的这个论调都出来了。到了89年就来了镇压19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在拉锯我拉过来，对，双年自由化的力量占据一点上风然后单年这个压制自由的力量，这个整个这个新闻媒体就在这样一个拉锯当中基本上来说，你这个月写的文章没发出来，可能下个月气候就变了你就发不出来了，对，那你再等了也许1年，也许有机会。那么这个到总的趋势是，那么争取自由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强那么这个力量也越来越大。那么自由的这样一个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尺度呢，总而言之还是在逐渐的慢慢的扩大的。那么我想这个高潮呢，就是1989年天安门期间出现了所谓72小时的新闻自由。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北京了，但是很多的朋友都亲身参与了这个北京6月份这个新闻这个自由72小时的这样一个努力都参与了这个。那么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就开启了1990年代这样一个新闻事业的，我可以把它叫做第2个阶段吧。那么这个阶段的特点呢，就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然后媒体就加速市场化、商业化大家都要忙挣钱了忙挣钱了。那么对新闻工作者来讲呢，就强调专业化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关心政治这个我们要有更多的这个新闻素养的这样一个提高。这个我看到一个材料，我念一下，很有意思。这个是冰点对，这个中国青年报这个冰点这个周刊它是1995年创刊的。它这个发刊词里面讲，他说我们是要在不放弃社会热点焦点的同时，更多关注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
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想法。对，那这个呢，你看和刚才讲的1980年代，80年代大约就是说政治的焦点、政治的热点。那么到了1990年代呢，像冰点这样一个是争取新闻自由里边一个典范的一个案例，那么他呢也把目光更多的放到社会层面。那么我就把这看到呢，就是说1990年代它的特点除了在结构上是市场化、商业化，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关注的焦点是更社会性的，对，而不是直接关注政治的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和1989年天安门镇压建立的这个维稳高压框架有关系。那你在这个框架下，你还要争取自由，那么随着经济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发展，你就更多的把经济社会因素这个报道纳入进来。这个呢，这就和1980年代的中心突破由内向外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实际上是边缘突破我从你这个制度的边缘来搞这个，来争取自由。那么这个是由边缘突破，由边缘往中心来给它施加压力，就是这么一个变化的措施。那么当然同时呢，这个其实当局不仅用它的这样一个大的维稳框架来压制新闻自由，也不仅用这个商业化来消减你争取政治上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动力和愿望。那么它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其中一个叫做新闻的产业化。对产业化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这个商业化了以后呢，很多这个报纸原来是党报，对，板着个面孔，对，讲话像这个就是像李鹏讲话一样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搞了很多活跃的东西不要说晚报已经很活跃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样小报都办起来了。这小报呢，它挣钱多，对，这个大报呢不挣钱。那么在这个商业化、这个市场化的压力下，最后实际上这些大报是靠这些小报来养活的那么因此呢，这些小报呢，在它那个，比如说都是人民日报办的报，或者都是南方日报办的报，但是小报呢这个更有发言权，因为我挣钱挣得多那所谓产业化呢，就是用党报这个龙头把他们全都给弄进来，把你给框住把你给框住。那么还有一个压制的这样一个指标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任领袖里边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你猜猜谁有新闻思想？江泽民。对，你是专家。对，当然毛泽东有新闻思想，他有毛泽东什么思想都有，对，什么思想都有。对，然后呢，毛泽东之后没有人有新闻思想。习近平今天已经有了无数种的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军事思想，习近平安全思想多了，对，都说不上来。对，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也可能有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了。对，那我还没有看到习近平新闻思想。他就提了一个点，讲好中国故事。那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江泽民新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压制嘛，对，就是压制嘛。所以呢，实际上这可见，就是说1990年代整个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权对于这个压制新闻自由、压制你获取这个信息的这个这个要求是非常系统的去思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980年代出现那种情况，他们总结1989年的这样一个这个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首先就是说你新闻导向新闻导向是错误的。那所有的党报，包括人民日报，甚至人民日报带头，对，都是站在这个游行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一边的。那当然就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那么所以1990年代呢，江泽民思想就是在总结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过程，我想到了2000年代，就是21世纪的头10几年，那么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那么因此呢，就进入了第3阶段。这个新的因素就是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出现。这个数字非常巧合，也不是巧合，就是说我们就是根据这东西来分析的。对，这个也是数字，我记不住。我看看1994年呢，中国呢首次接入互联网。对，那么一直到1997年，中国的互联网的网民呢只有62万一直62万。到了1999年的6月是400万，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小。1999年6月400万，那么2000年1月，也就是整整半年以后，上升到890万。
翻了一番还多。所以1999年的下半年是中国网民开始这个规模、这个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的一个起点。然后就进入21世纪了。进入21世纪以后，它的增长速度，2000年年初是890万，2000年年底是2250万，这爆炸性增长吧？又是3倍，翻了3番差不多，2番多。然后到了2002年又翻了一番，是5900万。到了2012年，2002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那一年，对，从5900万又增了10倍。达到了5个亿吧，5亿多，将近5700亿。那个时候呢，中国的网民就占到了整个中国人口的40%多了，对，将近一半了。所以这个互联网进入中国，然后这个中国的网民大规模的增长，这个就是2010年代。那么中国这个我们现在就讲新闻都落伍了，那就媒体传播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我想这个阶段呢，你比我熟悉，对，你了解的更多，你亲身参与。那我已经就是完全是，我那时候也不研究新闻了我也是一个完全是从政治学家的角度我也写过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对于这个媒体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政治的作用这样的论文那么我想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息革命，这个信息技术革命，它的成果进入中国呢，就带来了一个开始是冲击原来的这个体制。对这个就是按照这是我后来就是1990年代吧，在人民日报的评论部，我的后辈了，这个评论部的主任，一个很能干的女士她呢有一句名言说，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对那么我要加一句呢，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呢，党有一个总开关，对，那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麦克风，都能讲话，都能发言BBS 也好，各种各样的也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兴奋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么很快，这个政权呢就找到了应对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么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这个控制舆论当然从防火墙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技术非常的复杂，也非常发达了。那么这个呢，我想呢，就奠定了2012年以后进入习近平时代，这就是第4个阶段。第4个阶段我们看到呢，就是习近平除了延续自从1989年以来，甚至更早，自从共产党这个掌握政权以来什么枫桥经验嘛，50年代的，那甚至更早延安时代搞的那套东西除了继承所有的这一切东西以外呢，那么它是非常更加全面、全方位更加有强大的力度来控制舆论，那么当然呢，信息技术革命呢，它带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新闻这个自由的这样一个争取是中心突破，那么由内向外，那么1990年代是边缘突破就来了一个中心到边缘了。那么2000年代就是由外向内就是这个外部世界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个东西来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那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呢，这个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卡死中心你是不可能那边缘我现在也要卡你，对吧？边缘我要卡你。这个实际上这我想呢，也有2个典型的事例，一个就是习近平2012年10月上台，2013年1月1日发生了南方周刊这个新年献词事件。南方周末，对，南方周末在这之前的整个作为中国新闻自由的一个重镇舆论的重镇从这开始就完全被夺掉了就开始就被干掉了然后接下来就是2014年吧或者是2013年晚一些时候，就是要求这个炎黄春秋，对，让它变更中央单位，对最后到了2016年完全把它掐死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讲呢自从进入习近平时代以来，那么这个争取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努力呢，已经看不到体系化的努力了已经看不到这个
新闻工作者非常有意识群体的这样一个努力了。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个党国媒体和党国边缘的媒体都已经自动的放弃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要惹它，这东西我不要惹它，那我就乖乖的吧，那不行咱就走人了吧。所以说优秀人才流失了，包括像你这样对，都来到国外了。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这个让人悲观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从中心到边缘，然后呢互联网进来以后呢，它本来是可以赋权民众争取更多的信息自由，但是呢因为互联网它的一个特点是分散，这个互联网就是人人各自为战啊，是吧？那么这个共产党政权它的特点就是集中，权力集中在我手里，资源集中在我手里那么这个整个这个体系也是集中化管理的。那么以分散对集中，这个从这个战争学上来讲，那你一定是毛泽东讲嘛，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对，这他就是就是说你十个指头不如一个拳头那么当然他就越来越占优势。那么加上当然就是说其他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所以呢经过这40多年的这么多人的努力，这么多人的奋斗，也有很多人的牺牲，中国今天的新闻自由呢应该说没有增多没有增多如果和1976年毛死的时候相比，增加了一些增加了一些。今天很难就是说只有一个人民日报只有这个全中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大喇叭，播出的声音全都是一样的不再是这么一种情况了这个就是说边缘突破的那些遗产还有一些，那么由外向内的这样一个争取互联网所带来的这样一些自由还是有一些但是呢应该说和1980年以来所付出的这个努力是完全不能成正比的基本上来讲吧，我想在我眼里看来呢就是这么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就是说我想完全可以做一些反省完全可以做一些反省。那这个呢就太理论化，我们今天可能不做这个东西了。可以做，我觉得您一路说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您特别棒的一点，这不是当着镜头恭维，但是我也是为什么要系统的跟您聊的原因。你等于其实是有一个政治分析的框架的，但是而且在这个中间中，因为您是研究政治转型的，研究政治体制的，在中国这个整个这个政治特点。就是媒体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又跟其他所有国家的它的存在状态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看中国和俄罗斯，中国跟苏联在不同的时期的这个比较，媒体中国其实学了很多苏联，比如说这个计划经济比较这个集中控制这套东西，包括整些这些宣传体制，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继续分析。可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产生变化的力量。我记得当时2010年的时候，包括中美曾经关于到底互联网是不是一个基本人权，信息自由是不是个基本人权有争论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个 Google 不作恶那个事件就退出。但在中国跟美国对抗的这个关键点上，一直就是技术媒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特点，中共是没退过一毫的。所以在这个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间，媒体一直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在行业里面，您刚才讲的是，我觉得纵横几十年，我太多感触了，每个点上都想跟您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分析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过程中间，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国学新闻的也好，教新闻也好，很少真正把媒体的作用和政治的结构、政治制度的关系就结合在一起说。还有现在就包括我们分析媒体，包括现在分析互联网，就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技术是中性的、中立的，谁都可以用。可是我觉得就缺少的像您这样一个，就是能够从制度的根本点上去看这个技术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产业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到底是什么作用。还有中间有一块很重要的，我觉得您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目击者，我也想让您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您说在不同的点上，不管是从中心往外突破，还是从外面往中心突破，大量都有很多从业者嘛，在做具体的事情。您刚才随口一提的，不管是从这个王热水，其实还有跟您很熟的刘冰燕，还有冰点的李大同、卢月刚，还有到后来南方周末的整个这个
南方系，还有到现在的这些很火的这些 YouTube 媒体人，海外这些媒体人，您都是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有很具体的这个参与者的。所以其实，在个人，就是不管是单独的记者、编辑，还是团队上面，我们也能分析出来很多东西。这也是我觉得我非常兴奋，这也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回应，就是为什么让你来讲这个新闻40年的开篇，我觉得就对了，就特别对。我们这么回顾一下的话，往稍微掰一掰，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个人是从媒体新闻学进去的，但您说您没做过记者，只做过评论员，所以我想就是结合您自己个人的一些生长经历，我们可以成长经历，还有跟这个行业的关系，我们可能能让大家能够掰开了去聊，或者在某些点上可以反思。当年你为什么要考新闻系呢？对，这是个问题非常好啊。